为了小伙伴们更加便捷的查询参考，我们对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后台数据做了改版。以后你只要看到我们出了某款机型以测评为名称的视频，例如三星 S8 测评，你只需要在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回复机型名称三星 S8，即可查看更加全面的数据。不光有实拍样张对比，还有性能跑分、发热续航等等众多实测数据。以后你买机或者给别人做参考，只要我们出了测评视频，你都可以随时在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查看。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，做你的实时测评数据助手，免费的。赶紧上车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小白测评，我是王炯。今天跟大家带来的是1+5的快速体验。这台手机已经到我手里边有2天了，但是呢，我这边是各种各样的大事儿啊。看我这头发，刚从叙利亚回来一样，所以说没办法戴了个帽子啊。这个今天给大家快速体验一下1+5，因为这个可以说上半年啊，除了魅族那边处理器上有一些小小的问题之外，这个要延后发布，上半年各家旗舰机的全部都发完了。这个1+5呢，应该是最后一台，后期呢咱们也会出这个相关的横屏。OK， 咱们废话少说，1+5不客观真体验小白测评马上开始。OK， 这个外包装呢，还是和之前那个1+3、1+3T 呢都是一样的。首先是一个瓦楞纸盒，但是这个瓦楞纸盒双面胶就开胶了已经啊。本来它是这样撕开的，咱们也抖一下形式啊，但是它其实已经掉了。这个就是里面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因为我这个购买的时候呢，当时还专门买了一个它的什么能量地套装。我也不知道它这名字是怎么来的啊，奇奇怪怪的。然后就是会有一个壳，然后还有一个膜。OK， 咱们把手机拿出来，这里面就没什么东西了，放到旁边。哦，对了，上面还有一句话啊，朋友圈摄影大赛冠军专用。后面咱们会验证这句话的啊，咱们会给这个主流的3000元档的一个国产机呢，相机方面做一对比，咱们来看一看。没刀吗？看看我的手指够不够锋利？哇，手指还是挺锋利的。好，先来看主角。嘣嘣嘣嘣！整个的配色上呢，也全部都是跟上一代一模一样的啊。这个红白的配色。然后这壳子呢，咱们也把它拆开。我买这个壳子呢是酸枝的这个壳，反正就是一种木头的材质啊。我感觉还是比较好看的。而且这个木质呢跟之前的那个也不一样，之前那个它里边呢会有一个那种塑料的内衬啊，这个好像是在1+2的上面有那个技术。由于它是直接扣在这个机身上的，但是它现在呢这个是一整块这个木头，然后直接切出来的，这个工艺应该不简单。壳子咱们就先放在这里，然后这里边呢就是它官方的一个膜，咱们就不看了啊。好，来看手机，先把它开机。哎呦，是没电了吗？需要按这么久？下面呢应该就是它的这个宣传的一张卡片，又是那个亲爱的加油，这个是哪代手机上都有的啊。然后充电器方面呢，这次还是一个高电流的方案，5伏4安，这个带式闪充，其实和 OPPO 那个是一个技术啊，但是这个充电速度还是确实很快的。上一代1+3T 呢都跟大家聊过了，就是亮屏的时候快充，这个是目前只有台1+技术能做到。数据线方面呢，也跟上一代一样，就是红白相间，然后 Type-C 的插孔。OK， 现在是撕膜的环节啊。上一代手机的时候，我好像就是把它原厂的贴好那个膜给扯了，但是其实它原厂呢是贴了一个膜的，而且这膜贴的几乎很完美吧。后边的这个咱们要撕掉。它这个上面呢有一个小小的说明，就是说这个摄像头中心呢为 NFC 的感应区。咱们来输入一下指纹，在指纹环节上呢，之前的那个3T 的这体验呢都挺不错的，
和华为的这些机型都是比较快的，但是输入的时候需要的这个时间有点多。OK， 现在是咱们进到了里边，咱们来看一下它的指纹，这速度呢是非常快的。OK， 这没有什么问题。默认的情况下呢，它是几乎和原生一模一样的那种抽屉式的。就是不是跟这个 iPhone 啊，或者说它之前3T 上的这种只有一层菜单，但是呢，它其实还是可以把它设置成之前的那个轻 OS， 就是带轻视窗的那种感觉的。这个我估计啊，它可能是为了之后国际版的这个仰 OS 呢有一个合并，然后或者说是更加贴近原生的这么一个设计，就是这种轻视窗这种感觉。其实我这个就没有轻视窗了啊，但是我可能个人更喜欢贴近原生的这种感觉，很有这种骨骼范儿。好，手机刚刚上手呢，这个质感啊确实是挺不错的。这个拿在手里呢，这个握持感呢比上一代的这一加 3T 呢确实要好了很多。上一代这一加 3T 呢，其实说白了，最大的问题就是太水桶了，就是太同质化了。这个上面换一 logo， 然后涮哪手机都行。然后在这块呢，发布会上非常有趣啊，这虎哥还说，它这个非常耐看。其实我用了没多长时间，我对它这个外观 ID 真没什么大感觉啊。这一代的这个外观 ID 呢，虽然说是这个重复性呢，或者说是 ID 设计上呢，跟这个 iPhone 啊，或者是 OPPO R11呢，都是非常的相似。但是呢，它一上手的这个手感呢，还确实非常不错。侧边呢，它有一个腰线。这个腰线呢，发布会上吹了很久啊，吹了很久。但是实际上手的个人的感觉呢，确实是提升了这部手机的气质，但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。在这个白色背景下呢，整个手机的这个边框控制呢还是挺不错的。虽然呢这个金属外框呢有一个外延，但是内部呢没有黑边的出现。在颜色上呢，这次也非常注意一下，就是它只有灰色和黑色，并没有浅色版本。前面的这个 Home 键呢，这次也是大家说的一个点啊，跟这个荣耀9是一样的，都是有色差，而且这个色差呢比较的严重，前面的整体感呢比较受影响。后背往上滴了水，果然是和 Z17一样啊，是有这个涂层的。然后你这个指纹呢会大的改善，有了这个 F 涂层之后，这个不光手握持上的感觉会好很多，而且抗指纹能力也会进一步的增加。但是这一次在双摄上呢，跟目前的这些主流的3000元档的国产旗舰不一样，它摄像头突出了比较多的部分。虽然没有 iPhone 7这么多，但是它这个突出也是非常明显的。跟一加 3T 的这个稍微薄了一点，但是也有的一拼啊。毕竟呢，目前国产机呢，终端旗舰这个摄像头呢，全部都是做平了。它的这套方案呢，其实和 OPPO R11那个是一模一样的。R11呢，我是一直想买啊，但是它线下的货还挺紧俏，然后渠道那边好像没有黑色。一大男的不能让我买一粉色，买一金色，我实在接受不了，所以说我只能等一等它。后期的这个拍照对比上呢，可能会加入R11，应该会加入R11。这台手机呢，跟R11大家也都调侃啊，除了这个腰线之外，几乎是一模一样的，就是 R11那个基础上呢，做的硬朗了那么一点啊。OK， 咱们来看一下相机方面，后置的这两个摄像头呢，在型号上呢和R11也是完全一样的，一个398，一个350。这两个摄像头呢肯定是没什么问题啊，这个在索尼的产品线里面呢算是比较不错的 CMOS， 但是这个调教上呢，这个一加和 OPPO 呢是完全两种不同的风格，到时候咱们再详细的看。就这样拍照来看啊，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。在人像模式情况下呢，也是它会提示0.3米到2米的距离会有这个背景虚化效果。跟7P 在外观 ID 上呢，因为我这个是钢琴黑色的这个版本啊，所以说有一点不太像。如果要是这个磨砂版本的，就真的是非常像了。底部的设计呢，就中规中矩了，但是有一点呢是保留了3.5的耳机孔，这个在目前的情况呢，我还是比较喜欢的，因为确实比较方便，毕竟这个整个大的环境都还没有改。顶部呢有一个地方啊，就是这次非常值得说，就是它的这个穹顶式的天线是做在了
顶部和背部的这个倒角的部分，而且这个技术呢，目前只有 iPhone 一家在用。这个确实是比较难的，我这个后面了解了一下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呢，这个效果做的挺不错，但是没有 iPhone 那么极致吧，就是它其实还是稍稍的往这个后背的部分呢做了一点点，但是这个技术还有就是整个效果已经非常不错了。配置方面呢，我就不多说了啊，就是旗舰机的配置，我这台呢是绝对旗舰，8G 加上128G 的储存。这将是小白测评第一次测8G 内存的手机在性能方面也会着重的看一下。好了，今天呢就是一个简单的快速上手，手机呢刚刚拿到手里边呢，还是那句话，不能说太多，说太多就不负责任了。后期详细体验之后，关注我们频道，持续为大家带来目前国产终端旗舰机的一些对比信息。OK， 今天的1+5快速体验呢，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。后期呢，关注我们的详细测评就可以了。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小白 MTX， 有什么建议、质疑、提问的直接评论或者是私信就可以了。比如说你想了解1+5关于其他任何机型的一些对比信息呢，可以直接评论区评论就可以了。还有就是最重要的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，每日新鲜资讯，每日语音，每天我在那儿和你聊天。每天晚上呢，我会在那儿跟你聊聊科技圈的趋势，聊聊最新发布的手机，回复一下你的消息。OK，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也做了数据上的改版，以后大家看到以测评为结尾的视频，直接回复那个手机的名称就可以了。这期是快速体验啊，1+5的测评视频出了之后再回复1+5。OK， 不客观之体验，小白测评，我们1+5的深度测评再见，拜拜。我对这儿看是吧？我就老把这镜头给忘了。我老把这镜头给忘了。没事，这段可以剪到花絮里面。一家做不了好手机壳的包厂是做不了好手机的。